据美媒报道，美国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计划于4月访问中国，将到访京沪及广深港等多地。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并强调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一直致力于发展华人社区并推动中美合作的布里德市长对此次访华有怎样的期待？能够如愿迎接大熊猫赴美吗？来看报道。 据美媒报道，布里德将率领代表团于本月13号启程来华，访问旧金山的友好城市上海，以及香港、深圳、广州与北京，并于21号返回美国。行程包括拜会位于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体验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高铁列车等。布里德表示，对访问中国感到荣幸，将与商业、创新领域人士和政府领导人会面，期望丰富旧金山与中国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机会及联络。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布里德市长访华表示欢迎，并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推动旧金山市对华合作及中美地方交流。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方一向支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积累共识，增进信任，排除干扰，深化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旧金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半岛，是加州人口第4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一座迎来华人移民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华人最多的美国城市之一。在旧金山可以看到北美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人街，这里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 布里德于2018年就任旧金山第45任市长，是首位当选该市市长的非裔女性。因一直致力于发展与华人社区的紧密关系，布里德在过往的选举中赢得众多华裔选民的支持。自当选后，每年中国传统春节，布里德都会出席在市政厅或唐人街举办的新年庆祝活动，和大家一起观看舞龙舞狮表演。Happy Lunar New Year! You don't seem that enthusiastic. This is a year. It's a year of the dragon, prosperity, progress, courage. So many things represent the year of the dragon, and what I am so excited about here in San Francisco is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our city. 不仅对中华文化有一定了解，布里德还乐于学习广东话，因为旧金山华人中不少都是祖籍广东。 Chúc đại gia Sunny Phai Lok. All right, yeah. San Thai Ging Hong. Ping on Dai Gut. Yes, I'm getting better with my Cantonese. 布里德认为，加强中美经贸合作有利于当地发展，是互利共赢的选择。今年1月，布里德在与访美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时就表示，旧金山同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因素在旧金山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旧金山市愿发挥在美中关系中的特殊优势，通过地方合作渠道促进美中经贸、投资、创新、旅游、文化等领域合作，在推动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成果中走在前列。布里德此次来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带回有关大熊猫重返旧金山的好消息。在2023年旧金山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就提到，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我们愿继续同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这也让美国民众对大熊猫重返的期待值拉满。这次会议期间，布里德还与中方官员见面，表达了期待能有1或2只大熊猫落户旧金山动物园的愿望。How silly they are, and how floofy they are, and basically how carefree they are. 据美媒透露，布里德已经致信中方，阐明对大熊猫的高度期待及旧金山动物园能提供的服务。 We had some high-level experts visit San Francisco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take a look at our zoo and to determine location and whether or not San Francisco could potentially host us, and it's clear that we can. 去年以来，中美民间保持着积极互动，通过友好城市机制、省州合作机制等不同层面的渠道，促进中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去年10月，加州州长纽森就在中国来了趟7天5省市深度特种兵之行，围绕人文交流、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等议题，与中国政府、地方以及企业界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参访深圳期间，纽森现场试乘比亚迪电动汽车的视频一度火爆全网。联邦政府层级的，我们听到很多的反华的噪音或者是喧嚣，但是事实上，在美国地方层级，比如州一级或者是城市一级，很多美国的这个友好人士还是希望能够加强跟中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像很多的就是州长和包括城市的市长，其实对于访华是抱有高度的这种，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意愿的。上个月，应习近平主席邀约的美国华盛顿州中学生代表团在中国度过了11天的友好访华之旅，走过北京、十堰、广州、深圳等地，体验中国的人文历史、教育文化和科技发展，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I'm really excited. This was really cool experience, and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I'm so happy that I took it. People my age, it's so easy to connect to them too. I know that we'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verything, but we're the same, 100%. 他们的书包都是熊猫的，就是他们特别喜欢中国。他们说 I love China。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旧金山市长将访问中国，桥水基金的首席投资官也说将继续在华投资。那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现在美国政商界呢有一个新词叫做选择性回归中国，也就是说呀，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还是要回归中国市场，在中国找到希望，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在经历脱钩断裂以后，接着呢是去风险，这都是从中国出走的姿态。但是现在的选择性回归呢，则是要吃回头草，要重返中国和中国市场。无论是市长还是总裁，他们回归中国的目的虽然是各不相同，向中国看齐却是现实的需要。先说旧金山市长布利德，他来中国呢是为了促进旧金山观光业的发展，加强与友好城市上海的关系，并且期待带回大熊猫，重回旧金山的好消息。这次呢，他率领的代表团中就有多位当地华人社区的成员，以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呢这次访问取得积极的成果，进一步的推动旧金山市对华合作及中美地方交流。美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到中国拉客谈生意，相比华盛顿政客们的嘴脸呢，就是一种选择性回归。去年，加州州长纽森率团访问了中国广东，到深圳呢还加持了比亚迪电动车，直呼不敢相信，难以置信，非常漂亮。据说耶伦本月访问中国，第一站呢也要到广州，先会见美国公司，了解美企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望呢推动中美在工作性层面进行实质性合作。桥水基金的首席投资官达里奥，他的回归呢就很有意思。前不久呢还写了4000多字的长文，担心中国经济，现在呢则为中国经济辩护，说中国的问题靠中国领导人就是可以解决的。可以重组金融体系来提高生产力，可以很好的管理地缘政治、自然和技术力量。现在的关键问题呢，不是是否应该在中国投资，而是应该投资多少的问题。这呢，或许与中国最新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关。3月份的数据显示，已经摆脱了连续5个月收缩的局面，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开局，发出经济发展企稳回升的强烈信号，给全球带来乐观的情绪。包括呢对美国政界和工商界。海外媒体怎么看待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怎么看呢？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50.8%，比上月呢上升了1.7个百分点，时隔5个月重回扩张区间，景气水平回升。这件事呢引起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评价呢是积极正面。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眼下正努力应对房地产放缓的问题，但是中国工业活动6个月来重返扩张区间，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3月下旬出口订单走强，国内经济活动回升向好。彭博新闻社说，中国3月份的工业活动超出了预期的水平，提升了人们对中国今年有能力实现5%左右的宏伟增长目标的乐观情绪。法国巴黎银行认为，即便排除季节性因素，中国工业复苏势头已经稳固。路透社的分析说，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强劲复苏。
工业数据的反弹呢，给北京和全球投资者带来了积极的情绪。尽管增幅仍然相当有限，但这是去年3月以来出现的最高值。《华尔街日报》说，随着近期一系列刺激措施开始生效，中国市场预期继续向好，中国经济呢正在展现出企稳迹象。一系列的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年初基础稳固，出口超过预期，工业利润恢复增长。今天，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还发布了东南亚态势2024调查报告，是由1994人参与调查的。其中指出呀，中国继续被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今年呢，要求受访者呀，在中美之间做选择时，过半的都选了中国。这是本调查进行多年以来选择中国的人数首次超过美国。多半受访者呢都认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向好，对美国作为战略伙伴和保障区域安全的信心则明显的下滑。这不仅说明呢，中国经济治理的能力比较强，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赢得了外界更多的信任和尊重。世界呢，在为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